嗨，各位朋友們，大家好，這裡是超認真少年的頻道，開啟你奇葩的工業知識與想象力。是的，我們頻道呢就拍錄了許多陸上工程、航空的工程。我們現在總算要進到我們大航海、航海王的時代。其實我們在這3年的時候，我們有秘密進行一個大的企劃，然後這個企劃其實是跟海上有關的，也是因為這個企劃呢，在最近或者是今年底有機會可能可以慢慢拍給大家看。也就是因為我們在海上的需求有增加了，所以在今天我們要特別拍攝一個超認真的海上遊艇計劃。海獅，有像海獅嗎？剛剛海獅高一點好不好？那為什麼這一集至關重要呢？因為我們要來考照。就是開車要有那個駕照嘛，那開船、開遊艇、開快艇當然也要有照，因為這樣才不會就是我們常常被人家帶着走。就是比如說我們想要拍一些離岸的工程啊，或者是我們想要拍攝一些就是港口的建造工程啊，還是說我們想要拍攝一些生活廢水，還是有一些什麼潭的什麼外面的那些飯店啊、旅遊業者啊，到底有沒有把一些廢水亂排嘛？那如果今天我們沒有駕照，我們就不能自己變成是一個獨立記者一樣偷偷去看，然後我們就會被一些別人帶着路，或者是被一些政府官員要帶着一些就是看起來很漂亮的路線。所以今天我們來到這裡，領袖遊艇會，就是每次寒流來的時候，大家都聽說哪邊最冷？除了外島之外，淡水嘛，淡水旁邊有個漁人碼頭，漁人碼頭這邊那有一個可以讓你報名的地方。所以按照今天我們身為這個開啟大家工業知識想象力的頻道，我們要教大家如何能夠簡簡單單、順順利利，能夠考上一個海洋的駕照。拿到海洋的駕照之後呢，你就可以開着可愛的船出海潛水。不好意思，我們預算有限，我們開旁邊小。哦，不講還真的看不到台。初學者嘛，還是那一台啊？初學者，我們先從簡單的開始。所以今天我們就一步一步用一個簡簡單單的筆記、簡簡單單的模擬試題、簡簡單單的潮汐認識，一起來學習如何考到海洋駕照。遊艇駕照。啊，不好意思，是遊艇駕照。我如果考到海洋駕照，那我们就海王了。基本上，我要當海王，海王，海王。好，所以今天公司福利，我們全公司只要有想要考駕照的，全部一起上課。大家以後未來都有一個航海的夢，但每一個人都能夠有海洋的駕照。你不是想要叫我們當司機吧？不是，我要讓大家認識這個台灣的海洋。你看，台灣身為一個海島，但是我們很會吃海鮮。我們卻不認識周邊的海域，周邊海域就是一個藍海，你知道？我們是最近這幾年搞那個海洋的企劃，我才發現，就是台灣周邊的海域，哇，那個很酷誒，是一個藍海，沒有什麼人做的，而且很多人會在我們頻道去討論一些要換什麼工作，做什麼工作啊？你知道現在這個產業極缺人，缺什麼？缺小水手，缺船長，就是你看，就每天在那邊幫人家顧船，一個月好像也5、6萬塊哦，大學生畢業就可以做哦，不會被送到柬埔寨哦。你一樣可以，就是過着很不錯、很喜歡的生活。尤其你喜歡海啊，就不喜歡上班打卡，不喜歡擠捷運啊。海沒人擠，到公海你還可以賭博。而且你看看今天的海洋，完全就是為我們所準備的風平浪靜，多平，像我這隻手機一樣平。趁機注入。不要，大家別緊張，別緊張。這是我今天的筆記本，你先不要管它是什麼牌子，我先跟你講，你有沒有發現這個打開的時候，是不是？你有看到折痕嗎？當然，你在肉眼上一定會有1、2個很小很小的一個角度，你可能會看到些微的那個感覺。哎呀，工業知識力的想象，你知道它中間這個鉸鏈啊是用列印出來的。這個技術呢，在對岸的講法呢，叫做微米夾液態生理列印鉸鏈。其實台灣人的講法，你可以想說光固化，就簡單。你看台灣人就是這麼簡單大方。光固化就是它照 UV 嘛，但是現在你的那個3D print 的技術，就是它已經可以用就複合型材料，所以因為你3D 列印的鉸鏈，它裡面的那個結構就比較不是用 CNC 加工，就是它能夠細到微米級，就是 μ 的概念。只是我剛好發現，你知道，你看打開這個水波桿，跟海平面一樣，有沒有？一樣平兒，多平兒，趕快北啊！帶壞那些東西。然後因為看我們頻道的很多都是做5金加工啊，做很多就是鉸鏈自具 CNC 的人，我就那時候想說，看怎麼那麼平，然後我才開始研究它裡面的那個結構。我靠，是列印的。然後它為什麼用印的呢？就是因為它用印的可以把表面的螢幕跟鉸鏈之間原本不平的地方直接把它填平。所以看這個拉起來的時候，它這個表面的平整度比以前你所認識的都還要優於75%以上。題外話，反正就增加大一個奇怪的工業知識。那我們今天就話不多說，我們就來考駕照。好，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左手邊大概今晚看到的是咱以前淡水紅毛城，就是以前的黑西班牙人來台灣的時陣所起的。台灣真正是真可憐哦，一下是荷蘭人來，一下西班牙人來，各有日本人來，各有鄭成功來。鄭成功他爸以前就是海盜，像我們這樣子，開着船就開到台灣裡面。你們看到我們現在前方有一艘船，我
我們現在前方那艘船有很多遊客嘛，很多遊客想必身上應該有帶了不少錢包，還是帶了不少那個零食，看有沒有一枚小泡芙，還是乖乖。我就上去問他說，有沒有一枚小泡芙可以給我們吃一點啊？我不要追那艘船嗎？我真的要上去搶哦。做得到的話，你也挺厲害的。真的嗎？真的。因为其實你不一定碰得到它。我先講一下我的概念。通常我們不要在大船的左右兩邊嘛，我們會被它的浪打到嘛。我們要跟賽車一樣，我現在要順着它的這個造出來的海流，順着它走。沒錯，直線跟它。要在它後面有一段距離，因為你會被它吸到它的船旁邊。那我大概要多久的時候我要減速？其實來說，如果依照安全性，大概現在就差不多。好，要減速了，倒說嘛。看到訊號。漂流。你說可樂罐？没有，我跟你講，這你就不懂，下面有貨，它那下面有一條線，我拉的那個下面有貨，把那個貨撈起來。誰教你？以前長輩講的。好了，現在我們要開回去這個我們的港口了，好，沒錯，你看 ，OK 嘛，對不對？從小就是海上的男人，祖先就是住海邊的，而且再加上以前在澎湖的時候，差點當那個遊艇女婿，對不對？當時那個船東家有稍微跟我講一下這個概念。看你不要這麼想哦，來你來，一點難度都沒有。沒有，你看我中間這個手的動作很細緻的，你問教練，是吧？真的很穩，真的很穩。你看，聽到沒有？我對這個東西不是很了解，我只是對這個工業機械很了解。就你大概知道，它是什麼樣的類型，怎麼樣模式運轉，或它的原則、原理大概是什麼，然後你就馬上轉到身體的時候，你就會有這樣子的概念。不是我還臭屁啊，我只是影片不能播而已，是不是？我自己已經改了很多次了。好轉，還沒轉，好轉出去，好，準備回弓檔，然後再往左下，回弓檔，水啦，看到無？啊，看到無？你看邊啊？有無？對，這種感覺，直接走下去，你抓看看，你幫我用手找一下看看，有嗎？有。遊艇生活嘛，是不是就應該這樣子嘛？其實我覺得，如果你是有機械概念的人，當然你可以想象它的那個，比如說像車子會有前置引擎、中置引擎跟後置引擎嘛，就它3個的那個就會不太一樣。那你就把它想象成像是它的馬達放的位置，就會影響你的船身。所以你在後面，你如果在倒退的時候，它其實它的動作会比較直覺的。但它在前面的時候，因為是後面推。所以它很像是後面在推的時候，前面球队它會往這邊推，然後你再轉過來朝後面推，它是這樣推進，你懂那個感覺嗎？所以是逆着開車的感覺嗎？有點像是逆着開車，但是你如果像是騎腳踏車的話，你會想說腳踏車轉的時候在後輪嘛，反着騎腳踏車。是人反着還是腳踏車反着？整個人反着騎腳踏車，你聽得懂嗎？來，我們現在來做一下我們的倒車入庫的方式哈。來，那我們現在已經從我們外港。我現在就是一個免費仔，我可以這樣子套過去嗎？要有人在上面。志工，我如果現在是個免費仔的志工，我就要，這時候我就要趕快上岸。斷綁！來，各位老闆們，不好意思，老闆，來，請下。老闆，來，老闆，不好意思，小心，老闆，哎呀，來，小心踩地，老闆，小心。如果老闆摔下去了，我們這個俱樂部還會找我來當志工嗎？謝謝再聯絡。如果真的你把人家害老闆摔下去了，你下次要再來玩的話，那你就是買船。所以如果以這台來講，大概是你說多少錢？大概全新的大概345左右。全新哦，那二手嘞？二手現在還沒有。哦，還沒有，所以它是算是很新的船。對，因為說其實上來說，我們家這個 General 的品牌，全球的二手市場上算一個熱門品。哦。那它只要一放。就是就走掉了。它大概是汽車的賓士那個規格，好賣車款 GLC， 旁邊這個就要到幾千了，對不對？就是幾千萬去了。但你看它是2層，那就是之前去杜拜的時候，不是看到那個有一些人在那邊看煙火，他們就是開這種的。如果人家2個船比起來的時候，突然就覺得那個社會地位又不太一樣了。這是5000萬跟300萬的差別。5000萬跟300萬，在路上開入門款的賓士，跟在外面開邁巴赫，這果然感覺是不太一樣的。然後我們剛剛在港口還有發現到另外一種帆船，以前大航海時代的時候，就是有那個張開那個什麼起帆啊的那個，就是那個帆船。它雖然也有動力，但是它就是幫你推到港口外之後，那你就要靠帆船跟風。不過今天沒什麼風，不知道大家晚點有沒有機會可以開到。
那看現在的帆船也做得很漂亮，花高進靠哦。你大家看這個東西，船上不是會有那個什麼羅盤嘛？你還記不記得以前那個我們拍那個沛納海的時候，不是有一個沛納海的手錶，然後上面有一個圓圓的那個，就是以前當時他們的意大利海軍那個羅盤就配在那個手上，所以在下面潛水要突擊的時候就可以看你的手錶等姿勢。然後你看它的帆船的這個下面是有一個活動空間，你可以煮飯，你可以睡覺，而且有双人床哦。不要客氣，不要客氣，来，见。而且來這種地方，哎呀，再隨便，好，放輕鬆一點，是不是？我們出來海享受，像拿自己的船一樣。然後自己講大聲一下，不要客氣。來，雙人床，這個價錢大概1000多萬，比在台灣買房子還便宜。你還可以環遊全世界，四海為家。買什麼房地產？現在那個房地產貴成像跟鬼一樣。这會漲價嗎？哎，不會。這個算是那個動產，但是裡面這個空間算大哦。2個小家庭要不要跟我們合資一下？一人出500萬，我們就這樣子一路跟着帆船出去。剛剛那個同事呢？被告。我們這集的主要雖然是以學習為主，好啊，希望有機會更多船主老闆們啊，如果你覺得你的船真的超屌超帥的話，那也歡迎找我們。我們其實前2年原本有機會拍鐵殼船，就是因為像這種就是玻璃纖維船，然後有另外一大類就是鐵殼船，鐵殼船就是什麼海軍啊或者是戰艦這種在用的那種船，但是因為它之後就是稍微有牽扯到一些軍方，所以就最後就算了，不要自己惹麻煩。說不定我們頻道的很多老闆們，你說不定很多艘船呢。好啊，你願意的話再跟我們講。然後裡面還有一間，這邊後面還有一間。當然虽然不是這麼高，但是裡面睡到2個單人床。哇，這是人可以躺的。怎樣？翻滾。但像這樣子的船，我如果停在台灣1年，這樣子大概要花多少錢？加船長要看你的位置哦，1年差不多30到40万左右。那当然，這些價格是包含我們家的一些基本服務在內啦。哦，說什麼清潔什麼那些的。清潔服務，然後再來就是防海，最重要的就是這個。哦，台風來的時候呢，廁所跟浴室有人上過我，你看衛生紙用過，試上一下，像拿到自己的船一樣。各位，現在今天下午的時段呢，我們要上筆試。就是除了駕駛課之外，你還要考筆試嘛，所以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等一下上課的環境，非常漂亮。這裡是一個遊艇的俱樂部嘛，然後他們遊艇俱樂部就是你要加會員，就是加他們的會員，然後你才能夠使用這樣子的地方。到時候我們會在我们的會員影片裡面放一個，就是介紹他們這個遊艇俱樂部。想必大家如果看我們頻道很久，有加我們頻道會員的話，我們頻道會員就是60塊嘛，對不對？你就能夠看到就是遊艇俱樂部成為他們的會員，硬體環境大概長什麼樣子啊？價格跟我們差不多，加入他們的會員大概是200萬，差不多都台幣，差不多是台幣。考駕照之前了解大海很重要，所以我們先來學潮汐。你去上駕訓班，你一定要懂得航海的一些天然的一些現象。那潮汐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為什麼會有潮汐出現呢？這個潮汐受影響的有幾個元素。第一個，月亮的引力。所以你常常聽人家講，漁民啊講吹一漲哦會大潮，就是因為月亮離我們比較近。當然還有太陽的引力也會對我們造成影響。太陽離我們多遠？用光的速度前進8分鐘。那你想想看，如果月亮跟太陽在一個，你覺得太陽比較有吸引力，還是月亮比較有吸引力？注意聽。哎呀，是。那為什麼會有洋流出現呢？因為當我月亮在這邊吸的時候，但是月亮會跑到別的地方去啊。它跑到別的地方去，是不是這個被你吸高的這個水的高度也會跟你一起走呢？那水就會流動啊。那很簡單，我跟你講，這個時候就要講到一個叫科氏力的東西。如果今天我們在這個超平的，切一個南半球，我人在上面轉，它中間都不會有那個鴻溝的感覺，有沒有？上課筆記的時候，你還可以同時玩這，你看平成什麼樣子？這台手機是這樣用的。對，只有這台可以這樣用，不是這樣轉。哎，老師，你不繼續講嗎？這個比較好玩。學科講習很重要，但是實際操作更重要。哎，出海了嗎？出海，走。各位，我們何德何能？台灣遊艇帆船協會理事長豹哥，他說要帶我們親自出航，因為帆船不是我們這種考個一兩次就能夠考過，甚至能夠駕馭的，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請到豹哥，殘暴的豹。海豹的豹，海豹的豹，還有被告，你一定要坐他的船哦，是不是到公海了？已經到公海了。那我們就來一起吧。
我原本以為只是簡簡單單的出海，結果想不到坐在旁邊是一個響當當的人物，人稱海豹豹哥。海豹豹哥要教我們，就說你剛剛那個動力船太簡單了，就是難的其實帆船更難。不會啦，學習了之後就什麼都不難了。其實要出海，你第一個要注意的是什麼？天氣啊，有沒有下雨啊？下雨要穿雨衣啊，對不對？然後風很大，浪很大，我們要不要出去啊？不要啊，对不對？但是你要從哪裡去看？你就從這個軟體上，這大家都可以去下載免費的軟體，下載你就會看見這個台灣這裡啊。然後你其實最簡單的就好了，你看它的顏色越靠近紅色，那個就是風暴；橘色風很大，綠色有些風，藍色太好了，風平浪靜。所以你用這個東西初步的去分辨它，然後你也可以把它點一下，它會出現一個十字頭啊。你把你的位置移過去，我們在淡水這裡啊，看一下，再從左上角看，今天的風力是14節的風，吹西南風。那我有問題，說按照我們這個無知的人，今天是什麼樣的狀況？今天14節風，照理說，如果是我們在玩船，今天的風是非常好，玩帆船，你拉起來之後，它傾斜應該可以到差不多15、6度左右。那船會跑得很快，但是今天我們就不要這樣操各位了。没有要出去餵魚，對不對？不要，整路餵。基本上來講，我們的要出去之前要先注意這些。當然呢，如果你今天你是一艘船，你要任何船都一樣，出去之前你一定要先檢查你的船引擎有沒有正常，油水有沒有夠。好，發動起來舵轉一轉有沒有正常？一般我們走到船旁邊，我們都先看船的水線。那個水線並不代表說一定在哪個位置，可是上一次跟這一次位置如果不一樣，你就要小心了，代表它可能有進水，船有沉下去。萬一你船有破洞，你不知道，或是你哪裡有漏水，你不知道，它就會進水嘛。照理說現在的船也不怕啦，現在船裡面都有那個 auto bilge pump， 就是自動的廢水那個污水的排出，也就是說，它水只要裡面船艙只要積水到某個程度，它就開始自動把水打出去。但是我們還是要謹慎一點，那這個時候就要進來掀開蓋子看一看，是不是有積水，是不是有怎樣的。那如果我看到積水了怎麼辦呢？抽它電動的把它打開，它電動也有 menu 的，我們一般都開在 auto 嘛，那可以開到 menu 打開，萬一還不打。它還有一個真正的 menu， 就拿一支杆子去用手在那邊把水抽出去，手動摇。对，它其實它的安全設備很高，打不開換手動，我做筆記。不過老實說了，既然要手動了，就不要出去了啦。船修好，你才可以安安心心的出去玩，因為究竟我們是遊艇啊，對不对？所以這個是大概一個概念。那一次出去就要這麼多人操作帆跟那個嗎？還是你這樣講，玩船就是有錢能使磨推鬼，所以你人手多你就輕鬆。像我現在，我可以坐在這邊跟你聊天。不是鬼推磨嗎？怎麼會變磨推鬼？磨推鬼等級比較高啊。真的對不對？真的磨就可以把它推鬼。其實這種船一個人也可以開，它很多都自動的。你看像 Henry 現在在掌舵，對不對？很帥啊。他只要過去那邊按一個鈕，他就可以坐下來跟我們聊天，船會自己開。真的哦？但那這樣就太不帥了啊！我們最喜歡享受的就是開帆船出海之後，然後帆張起來，把引擎關掉，那個安靜的在水面上滑行的那種感覺。這很 chill 這個。其實你有沒有注意到，帆船它其實很穩？對，因為它底下有一個很重的鉛錘，防止這一條船翻覆。所以帆船是一個最安全的船，它是不倒翁。你即使在海上被大浪卷了，翻過去，它很快會站起來。不過人是不是還在甲板上就不知道。早說嘛。我們真的風浪很大的時候，這個圈圈會，我們有一條專用的那個繩子勾着，然後它另外一端就勾着這個欄杆或是那個旁邊的鋼索啦，等等這樣子。萬一你真的被沖下水，你還可以拉着在那邊喊救命。對，你像那個鮪魚一樣，像陀螺被拖在船後面這樣，就是被拉回來。我們現在的帆船是可以頂着風跑的哦，我們可以頂45度，利用白努力效應。所以以前的帆船是被風吹着走，現在的帆船是被風吸着走，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這樣講好了，這是一艘帆船，以前的帆船是被風吹着走，現在的帆船是被風，我吹上面哦，吸着走。我吹上面是不是它也上來了？我吹下面它出去嘛，對不对？以前都有听过郑和下西洋，郑和它就東北季風的時候，順風嘛，就下去啊，一路然後繞過馬六甲海峽，然後就到那個印度洋啊，去到那個西非啊、東非啊，有沒有？拿着這個瓷器絲綢，然後去那邊交換香料。以前古代香料是藥，很值錢。然後回不來啊，吹東北風嘛，它怎麼回得來？就在那邊等着。
所以等着沒事就在那邊結婚生子啊。所以很多那邊的基因有中國人的基因在非洲人的身上，就是這樣子來的。等到夏天了，西南風吹了啊，來整理整理該回來了，所以是這樣來的。所以要在那邊住一段時間，住久了就會開枝散葉。我要跟大家講一下，你知道豹哥其實有一個很屌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台灣啊，在以前這個海域哦，就基本上無人管的，你知道嗎？所以大家就是要出航就要出航，要去哪就去哪。但中間因為就是兩邊戰鬥嘛，所以就會有要管制海域嘛。然後管制海域之後，就變得大家都不能玩。你現在能夠開着船這樣子玩，據江湖人士所提供，都是豹哥的功勞。沒有啦，沒有。他說他當年就是因為政府也不知道怎麼辦嘛，台灣就是通常是啊，反正我就先禁止。但是他就是屬於是那種早期的先鋒者，跟政府就说哦，你可以怎么管制，你可以用什麼樣的條例，然後你可以草案怎麼擬，協助政府開放這一塊啦。要不然你看這個地方是我最值得紀念的地方。我以前年輕的時候在這邊開帆船，還被警備總部從岸上對我開槍。啊？以前開帆船這麼刺激哦？酷哦，多緊張啊！因為我們有3種射擊，一個是警告射擊，一個叫驅離射擊，一個就直接打你了。啊，我是接受到第2段。後來我問他說：“你幹嘛給我開槍？”他說：“因為我有警告射擊，你沒有理我，就叫我說不能出去。因為以前的警備總部很怕你逃到大陸去。不是以前不是說怕人家大陸跑過來嗎？沒有，是現在。哦，以前是怕你逃到大陸去，哦，怕你什麼交換情報、偷渡什麼。那現在這幾年算是很 peace 嗎？還是？好很多啦。因為像我們現在我們國家的海巡單位，他們雖然在執法的時候，他們也非常緊張啦，因為大陸就時不時來給你挑釁一下啊。但是他們對我們自己人也都相當客氣啦。啊，就是你如果不是要作奸犯科的，基本上他們也不會找你麻煩啦。淡水河裡面，我在柬埔寨啊。你知道我剛剛是如何同時記下豹哥的重點，同時彙整資料的嗎？怎麼樣 ？Find N6， 不止同時幫你做筆記本，而且同時在豹哥講話的時候，我同時錄音把它錄起來，全部用 AI 講出重點。因為這台 Find N6 它有一個功能叫做自由視窗，左邊同時能夠開教材，右邊開筆記，同時顯示，我不用一直切換 APP， 而且還能同時錄音。當如果講者資訊量非常大的時候，這個功能它能夠讓我們的效率直接翻倍。而且我剛剛手上拿的那個是 OPPO 的 AI Pen， 它只有4.8公克，大概只有一張 A4 紙的重量，一張 A4 紙哦，你可以在螢幕上面批注畫重點，而且用完磁吸會保護殼，不佔空間，不用怕掉。而且重點是什麼呢？我昨天學到了潮汐週期，我隨手在便簽裡面畫一個草圖，長按圖片點選 AI 圖片，點選繪圖表，它就可以自動變成折線圖。不管你是做工程，還是學習大量資訊，還是歷史古蹟的各種觀光資訊，你都可以用這個方法。你看我連鬼畫符都可以直接繪出圖表，這種功能目前只有它才有。然後因為剛剛豹哥講了非常多隱藏的故事，所以我們就把其他的影片放到會員裡面。那你如果喜歡這支影片，你可以喜歡，然後或者是你可以加入會員，就可以聽到很多就是奇葩的故事。它的概念跟那個一樣，對不對？跟開車一樣，對準哪裡它就開哪裡，然後你轉那邊它就轉那邊，轉這邊就轉這邊。哇，它的吃力蠻吃力的，它的那個含的那個力量跟動力船又不太一樣，感覺它比較有回饋的感覺，對，回饋感不太一樣。我連舵盤都碳纖維的，就是想要讓它跑很快，但是好像沒什麼差別啦。這重量差，爽。豹哥，我問題，你在海上都聽什麼歌？我想要看一下你的那個。會很跳痛，真的嗎？我還會聽那個最近的抒情歌曲。我會想說，你們會聽那什麼伍佰的那種？海上的，在福倫社就會這樣子唱，都唱什麼朋友啊，唱什麼這樣子啊，你是我的兄弟啊，什麼都會唱那些，但是那些我不聽的啦。歌來了，我跟你個性很不像嘞，跟你太不像了。來，會有版權。豹哥，我就想問，就是。以前人家開這種遊艇的，都是感覺都要什麼雪茄、香檳、梅啊這樣子。以你認識裡面健康的玩法，現在那個雪茄跟香檳跟梅啊，基本上沒有不健康啊。為什麼會說它不健康呢？它很健康啊，就是比較休閒運動環保類的。休閒運動環保類的。其實我跟你講啦，什麼雪茄、紅酒、梅啊，那基本上都是你要買船的時候你可以的一個夢想。但是事實上，你要去執行它，也不是每一次都能夠執行的。你會發現說，梅亞根本不跟你上船，為什麼？曬太陽會暈船。哦，有道理，所以那都拍片，這是一個幻想。我們被世俗的經驗上感覺買船的人都是這樣，假的。基本上來講，它其實擁有船之後，它就是2個世界。我舉個簡單的例子，很多人都在講說，你為什麼要擁有一條船？其實大部分都是一句話，叫 Because I can。我們最常玩的一個就是。
哎，今天好天氣，然後我們就一群人找一找，然後開船啊，就殺到富基漁港去吃海鮮，然後海上邊玩，然後到富基漁港吃海，哎，就有人會講話了哦，啊，你去富基漁港吃海鮮，你開車就好，幹嘛開船？啊，我們就會跟他講這種話，就是你們沒有船的人才會講。Because I can。我認識一個大哥很好笑，他有很多台法拉利哦，他超討厭開車。他就是你講的那句，就是沒有，我只是就是我可以買啊，因為我沒有很喜歡，但是我就買。不過游艇不一樣了，它的重點在哪裡？你知道？探險。如果你這個人有冒險基因，冒險基因是人類最偉大的一個基因啊，它讓我們一直在進化嘛。我們公司的 slogan 就是冒險引領生命進化。哦，冒險是一種可貴的基因。那我問你哦，你現在你整船跟你公司的人啊，讓一個還沒有考到船照的人開車，那是你冒險還是我在冒險？基本上都不是，因為我們是在可控制的情況之下。當我們发现苗頭不對的時候，我們就過來把它擠到掉下水裡去，然後我們接手這樣子。殘暴的爆！第一次用講者的角度看台北啊，2億畫素拍起來是什麼樣的概念呢？2億畫素的哈蘇主鏡頭跟 Fly X9 Pro 同款的影像演算法。小攝影師，我就回去發長輩圖。早安。人生就像帆船，把握時機，掌握方向。而且這台手機它本身的電力蠻不錯的。我從早上上課做筆記用 AI， 然後還有下面拍照、錄影去吃飯，它現在只耗了30-40%。好的，以上就是這一集超認真少年帶你一起出海考駕照的特輯，也非常榮幸，就是一個這麼酷的角色，然後讓我們體驗一下這個帆船的感覺。其實我自己從在澎湖當兵的時候，我就非常喜歡海，然後我一直也覺得，好像沒有好好的認識就是台灣的海。所以從這個企劃跟到後面，我們在今年年底跟明年會有拍一些跟海洋有關的工程啊，然後還有特別的題材啊，然後都會一一的呈現給大家。所以如果不管你是喜歡海洋題材的，或者是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們這個頻道，不管你是覺得這個題材你很有興趣，或者是你很喜歡我們介紹的主題的話，那你都可以分享給你喜歡的朋友們，或者想要出海的朋友們。而另外感謝就是在這段時間就是陪伴我的這支手機，就是我以前就很想要用折疊手機，因為它看的視野很大嘛，然後同時又能夠讓你能夠做很多的筆記。但是以前都会一直觉得，就是那個折痕就會一直讓我覺得很壓給。但是我覺得在這一次的整個課程，然後跟許多考駕照，還有許多的那個模擬考古試題，我覺得它就是一個讓我很方便能夠出去外面，同時講電話，然後同時打電動也玩得很爽，然後又可以就是做很多筆記，然後有很多的現在的 AI 軟體都能夠很方便我們整理很多的資訊。所以如果你對於這個 OPPO 的手機很有興趣，或者是你想要知道它更多的項目細節的話，那我覺得你都可以在資訊欄去看它的很多的資料。但或許你沒辦法從螢幕上去看出來這個東西到底有多平整，就是你有機會到逛街的時候去一些門市，我覺得大家都可以用手去體驗看看，就是我所謂的光固化列印出來的這個折疊感，就是我覺得會讓大家成為工業製造者會覺得蠻酷。好，那最後剩下的時間，關掉引擎，我們就好好來感受這個台北海洋的寧靜感。很趕的，你看台北的船還是很趕，剛剛在刮狗體的哦。哎，你要包了打吧。我們一般是会到老街旁邊下錨，然後岸上不是很多人嘛，然後我們就桌子打開，紅酒拿出來，雪茄拿出来。你那是要瞪給人家看。对，他們隔壁這一台就運氣很好，這是我們的會員，他去買二手的，我們以前的客戶二手的要賣。哦，這個就是你說的349。這33，對，它33尺，但是你看哦，還這麼漂亮哦，300萬。真的哦。他們就運氣很好，就新的一架保養料真好啊。哎，所以如果真的撿到二手的，那很划算哎。嗯，對啊，就撿到啊。這個就跟一般不會賣那麼便宜，跟車子價錢一樣。它裡面的那個配置啊，那個 layout 跟這一台一模一樣，只是小一點。哦，就是我們下午這樣整個這樣開出去，這樣子是多少錢？如果是帆船的話，我們基本上最少其實3小時啊，大概2-3萬左右。小的嘞？小的就6000。小的6000，这個小時給你6000，真的哦。對啊，一個人開，對啊，很輕鬆。那其實不貴，不貴啊，其實不貴。我們租船出去很便宜，但是要先加會員，加會員就不便宜了，加會員。重點，加會員。